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昨天说到美国那边是咣的一声枪响，一个叫查理·科克的大名人当场就给解决了。这么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呀，在这个光天化日之下，就这么被人一枪给解决了。这个消息一出来整个美国都炸了锅了，这还得了啊？这安全感何在啊？今天这个枪手终于被抓了。竟然是被亲老子给举报了。但是就在9月11号这个美国犹他州的州长干了一件让全世界都看傻眼的事儿。他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记者们都等着听破案的进展呢。结果呢，这位州长大人清了清嗓子，一脸严肃的对着镜头说大家要小心我跟你们说，这个事儿的背后有黑手，有境外势力在煽动暴力。我们发现有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机器人账号在网上散布假消息，想让我们美国人自己打自己。你听听我当时看到这条新闻我真的是没忍住笑出了声啊！这叫什么？这叫专业甩锅，虽远必诛啊！今天咱们就借着这颗离奇的子弹好好的聊一聊，它到底射穿了美国政客们怎样一张虚伪的脸皮。咱们先回到那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新闻发布会现场。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几十个记者长枪短炮的对着主席台，大家心里面想的都是这个案子它到底怎么样了？这个枪手长得什么样子？这可是头等大事啊！结果呢，这位考克斯州长呢，不慌不忙，顾左右而言他先是引用了遇害的科克先生生前的一句话说当事情变糟的时候我们应该放下手机，多陪陪家人。嘿，这话说的挺有人情味啊！但问题是大哥现在是出人命了，你在这灌鸡汤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啊？紧接着呢，他就开始了他的惊天大发现。他说这个网上传的那些关于枪击案的消息好多都是假的，都是虚假信息，而且呢，有一部分还是从国外来的。他说的那叫一个斩钉截铁我们正在追踪大量的虚假信息，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对手想要暴力。然后呢，最经典的一幕就来了他几乎是没有任何证据张口就来。我们发现有来自俄罗斯、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机器人账号，试图灌输虚假信息并煽动暴力。我的天哪，这话说到好像他不是州长是神盾局局长，好像他这个手里面攥着什么惊天大秘密一样可是你问他证据呢？有什么证据证明是这个中国、俄罗斯的账号干的？他们发了什么具体内容？是怎么煽动的暴力？对不起，一概没有。这位州长大人只是轻飘飘的说了一句稍后会公布更多细节。这不就是咱们常说的那句老话吗？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在美国政客这儿就变成了是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你就不是，是也不是。最后呢，他还假模假样的呼吁大家我呼吁大家无视这些信息，关闭这些信息流。你品品这话是不是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一方面呢，他自己在那儿制造一个中俄是幕后黑手的巨大的信息流，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让老百姓关闭信息流，合着就只许你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呗。只有你说的才是真相，别人讨论的都是谣言。那这操作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祸水外引。这家里着火了，不想着怎么去救火，怎么抓纵火犯，反而第一时间指着邻居说都怪你肯定是因为你家的风水不好，影响到我们家了。你说这个可笑不可笑啊？那当然了，把这个事情想得这么离谱，做得这么荒唐的还不止这位州长一个人，这好像是他们整个政治圈子里的一种标准操作流程。就在这个州长甩锅中俄之后奥巴马时期的一个国土安全部高官，一个叫朱丽叶·凯耶姆的女士也出来说话了她先是假装客观，说现在这个枪手身份和动机还不清楚，网上各种指控都别信。那听着还是挺靠谱的吧？别急，后半句马上就暴露出了狐狸尾巴。他紧跟着说而正是在这种信息真空的情况下，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就会趁虚而入，用各种乱七八糟的说法来挑动我们美国人，让我们内斗。你瞧瞧这个话术都是差不多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翻译过来就是
我们虽然不知道谁是枪手，但是我们知道谁是坏人。我们虽然破不了案，但是我们特别会甩锅。这就好像这帮美国政客手里都有一本万能应急手册。那不管这个国内出了什么幺蛾子，只要翻开这本手册，第一页上肯定就是用最大的字体写着指责中国和俄罗斯，这经济不好了，都怪中国抢了我们的工作；社会撕裂了，都怪俄罗斯在网上煽风点火。所以肯定是中俄联手在这个背后搞鬼。你说这个剧本咱们是不是太熟悉了？前阵子这个美国大选，他们就天天的嚷嚷说中国要干涉他们的大选。咱们外交部的发言人当时一句话就怼回去了说这是美国撒谎外交的又一个例证。说白了就是为了选举，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这帮政客是铁了心要拿中国说事儿，谎言先抛出来，至于这个证据嘛，可以慢慢编，慢慢找嘛。所以说这一颗子弹它不仅仅是夺走了一个人的生命，它更是砰的一声射穿了这帮美国政客虚伪的画皮，也射出了他们束手无策的执政困境。那咱们把这些甩过的烟雾弹给它拨开，看看美国这个屋子里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为什么他们这么着急的往外找原因呢？因为这个屋里头的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严重的他们自己根本就解决不了了。最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枪支暴力这个老大难的问题这在美国简直就是个治不好的绝症。咱们中国老百姓可能一辈子都摸不着这个真枪，但是在美国呢，枪支的数量比他们国家的人口总数还要多。这买一把枪在很多地方比买一瓶感冒药还方便。这些年这个枪声在美国几乎就没停过，什么校园枪击、超市枪击、教堂枪击，隔三差五就是一条新闻这每次出事之后流程呢都是一样的民众震惊，蜡烛点起来，总统出来讲两句我们为逝者祈祷，然后政客们开始吵架，一帮人说要控枪，另一帮人说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就这样吵来吵去，最后这个啥法案也通不过，这个事又不了了之了。然后就是等待下一声枪响，如此往复，陷入了一个永无止境的死循环。他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背后牵扯了太多的利益集团，比如那个什么大名鼎鼎的美国步枪协会。所以当又一个名人在枪口下没有的时候，这个政客们除了夸夸其谈，除了把锅甩给国外，他们还能干嘛呢？他们什么都干不了这颗子弹打出来的第二个真相就是美国政治的极化和撕裂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查理·科克遇害已经过去了好几十个小时了，要不是他老子举报，这个枪手可能还没抓住。这下可把华盛顿那帮当官的给吓坏了，一个都觉得下一个可能就是自己了。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克·约翰逊就是那个天天在电视上跟特朗普站一边的，他跟这个媒体说现在国会里大量的议员都在呼吁要加强安保措施。你看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说我们怎么去弥合社会分歧，怎么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安全，那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先给我自己多配几个保镖，把我给保护好。CNN 都发评论说科克被枪击这个事儿堪称是过去1年里一系列政治暴力事件的灾难性高潮。现在的美国对于搞政治的人来说，可能已经变得太危险了后果就是政治呢会离老百姓越来越远。你想以后那些候选人还敢不敢像以前一样搞什么亲民的集会走进人群里跟这个选民握手、拥抱、聊天？不敢了呀！每个人都得先掂量掂量，这么干会不会有生命危险？有个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就说了一句大实话我喜欢保持亲民，但是现在这么做呢，似乎就等同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活靶子。那以后的政治集会会变成什么样可能就是这个候选人站在这个防弹玻璃后面，离这个选民呢50米远，这周围呢围着一圈荷枪实弹的保镖，这哪里还是什么政治活动这跟搞监狱探视有什么区别呢？当这个政治家和这个选民之间竖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墙，政治讨论的核心也就是不再是那些实实在在的议题了，比如什么医疗啦、教育啦、经济怎么办啦，而是变成了比谁的口号更极端，比谁的表演更夸张，比谁更能煽动对立情绪。这不就是恶性循环吗？
政治语言啊越暴力，就越容易催生现实中的暴力。现实中的暴力越严重呢，政治家就越害怕，就越躲在后面，用更极端的语言去煽动他们的支持者。就连这个众议长约翰逊啊，这个保守派的头面人物，事后也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们需要认真的想一想，我们平时都在用什么样的语言？我们是怎么说话的？我们是怎么对待彼此的？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他还说啊，我感觉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了。那这话呢，听着像是在反思，但听着更像是一种无力的哀叹。早干嘛去了呀？这些年啊，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对手，给对方扣上叛国者、人民公敌这些帽子的，不就是他们这帮政客自己吗？是他们亲自点燃了仇恨的火焰。那现在啊，这把火开始反噬他们自己了。一颗子弹打没了一个政治活动家，但是在追捕枪手的第一时间，当地的州长却把这个矛头指向了中国和俄罗斯。这看似荒诞的一幕啊，背后其实是一条清晰的逻辑链条。它暴露这个美国政客在面对国内枪支暴力顽疾时的无能和不作为，它暴露他们习惯于通过制造外部敌人来转移内部矛盾的卑劣伎俩。它更暴露了这个美国社会内部的政治撕裂和仇恨已经到了多么危险的临界点啊！就像约翰逊说的那样，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了。那这种改变呢，不仅仅是针对美国国内，一个对自己内部问题都束手无策，只会对外疯狂甩锅、转嫁危机的国家，他对这个世界又何尝不是一个越来越大的风险源呢？当一个国家病入膏肓，却只会指责邻居家的鸡打鸣声太大，影响他养病时啊，我们只能说他离真正的痊愈还远着呢。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